阿英，给你看个好东西。怎么样，喜欢吗？挺好看的。我还以为你会很喜欢。敷衍，是不是因为古晋要求娶华叔了，所以你开心不起来？你不是早说过要放下吗？ 我挺好的呀，真的很好。我今天特别神清气爽，定能寻遍10座仙山。走了。喊你都喊不住，就知道闷头乱飞，都闯到人家禁制结界里去了，知不知道有多危险？我没注意。谢谢你啊，阿九。笑不出来就别逞强了。今日不找宁云山了，走，带你去妖界，包管你醉生梦死，连古晋长什么样都想不起来，更别说为他伤心了。没有为他伤心，我干嘛要为了他伤心？ 燕爽，喂，别躺着了，能站稳吗？你别过来！你是不是对我用那个了？你不要看着我！我告诉你啊，我不会再中你招了。我的媚术不是随随便便对谁都用的。对你，我没兴趣。燕爽，你没事吧？我看那一群人是孔雀族的，不过我听说鹰族跟孔雀族都已经停战了，为何现在？ 华眼之前落到过我的手里面，丢了面子，想把面子挣回来呗。说到底，要不是古晋把遮天伞给了华叔，战局就不会倒向孔雀族那边，我父王也不会败于华叔手下，身受重伤。话也不能这么说的，要不是因为你们鹰族过于贪婪，想要孔雀族的半边洞天福地，还把人家孔雀王打成重伤。 那阿金也不会生出恻隐之心，非要把遮天伞送给华叔的。胡说！那华墨父女真是能够颠倒黑白。华墨内伤分明就是100多年前在论仙之战的时候，他输给了我父王，丢了颜面，不知怎的急于修炼，伤了自己的内丹。仙力修炼上再难有寸进，根本就不是被我们所伤的。分明是华叔在阵前把我父王打成重伤。 我这才去取碧血灵芝，想要给我父王医伤的。可仙界都说了，是你们挑衅孔雀族，逼他们开战的。何来挑衅一说？阿燕，我只不过是让白鸟岛打开他们无极洞的屏障，好让我去找寻我失踪族人的下落。他们一直不肯，还污蔑我们，说我们觊觎他们什么白鸟岛的洞天福地，真是笑话。叶爽，你说的这些可都是实话。你要是想证实真伪，可随我上鹰岛。 那里多的是证据。此事对我很重要。我跟你去。
干嘛？你不跟我去妖界了？他们这仗都打完了，这事真真假假跟我没关系。我是怕阿静这个大笨蛋，被人当枪使了，自己都不知道。孔雀王设宴为众仙洗尘，小师叔你不去，偏跑来这里自己找酒喝，这多自在啊！主要这白鸟岛的酒也不好喝，还不如我家阿英自酿的梨花酿。老想那个臭丫头。哎，等等，你怎么把殿下最珍爱的雀羽灯给换下来了？这可是今年七巧雀羽仙路上寻得的稀罕物件，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。雀羽灯，雀羽灯啊！那人送他雀羽灯，我要跟他对峙。华书七巧节不是痛症发作了吗？阿英果然没有骗我。还有，一会儿殿下要去后院的凉亭，这次登岛的可都是倾慕殿下的追求者，嘴巴都放严些，别让什么人都寻去那儿扰了殿下的清静。是，快拿回去挂上。哎，小师叔，我都快被你晃晕了。你这心碎难过的，是因为华叔殿下七夕未赴你的约，却与他人共赏鹊桥，还是说他自称闭关养伤，却对你避之不见呀？哎，都不是，我就是心里有点不痛快。当初在梧桐岛，华叔殿下仗义助我，就忍不住想跟他多亲近些。纵然这10年间我一直一厢情愿，但我也从未逼迫过他半分。他若是真有什么难言之隐，为什么不能大方告诉我呢？那些人界广为流传的情爱话本里说，如果爱上一个人，就会改变自己的处事原则，有些人甚至还会是非不分呢。什么意思？小师叔，你问问你自己，是否会忽略华叔殿下的欺骗与谎言，做出违背自己本心的事情？如果事事都分得清楚、算得明白的话，那就不叫爱。那是什么？你因他仗义直言而心生仰慕，这怎么听都像是恩情啊！恩情。不想了。总而言之，我们这次来就只是贺寿，求亲之事，等我想明白了再说吧。那个小师叔，我以为你见到华墨仙尊太紧张了，把求亲之事给忘了，我就帮你把那个聘书和聘礼就先送过去了。什么？你这会儿倒是勤快了。我哪能忘了？我就是觉得这求亲之事过于仓促。你呀你，我也是为了完成使命嘛，免得回去师尊责备。那现在如何是好啊？稀里糊涂做决定，对华叔也是不负责任。我去求见华叔，跟他道歉，把聘礼要回来。舒儿可是有伤心事？安风，其实我是来把这个还给你的。以后我们私下就不要再见了。是我哪里做的不好吗？不，是我。那日，燕王挟我王兄，我拼死与之决战，慌乱之中，不慎将遮天伞炼化，这才战胜了鹰王。这遮天伞，可是大泽山的护山之宝啊！这也正是我为难之时。古今仙君入岛祝寿，便带来了炫星凤冠和聘书。我父王有愧于此，便接下了聘书。所以古晋也是为了求娶你而来。古晋仙君对我有恩，
可是我却……如今，我唯有嫁给古剑仙君，才能弥补我犯下的过错。舒儿，你说的这是什么糊涂话？你为了报恩，为了赎罪就嫁给古剑仙君，这不仅对你我不公平，对他也是不公平的。可是我没有别的办法了，我不能让父王和百鸟岛跟着我一起蒙羞，我们此生无缘。这一定不是最好的决定，我不会因此放手的。我10年执念，诬陷迷绝，还因此让阿英平白受尽委屈，真是荒唐。战书，来回战报，可都清楚？很清楚了。孔雀族隐瞒与鹰族开战的真正理由，颠倒黑白，还给鹰族强加罪名，简直令人不齿。更何况，华叔还炼化了遮天伞，伤了我爹。华叔炼化了遮天伞，若不是华叔将遮天伞炼化成了自己的神器，他又怎么利用遮天伞的天罡之气？遮天伞是阿静的师尊赠予给他的，珍贵的很。只是借他一用，他怎能炼成自己的神器？华叔这个人实在是过分。古信他心性善良，定不能被他给骗了。我得想想法子。他心性善良，我看古静分明就是满肚子坏水。就算他要娶华叔，那也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皆大欢喜喽。古静要娶华叔啊？阿英，要不我陪你去百鸟岛吧，把你师兄抢回来。正好，这也是在帮我们鹰族。好，刻不容缓，现在就出发。走。哎，今日一早，古静派人送信，延聘书中所请依然作废，遮天伞他亦不会收回。啊！诸位，今日是本王寿宴，这第一杯酒，我敬各位仙友。多谢各位不远万里来为本王祝寿，各位尽兴。这第二杯酒，我要敬古静仙君。多谢古静仙君当日相借遮天伞之意，救百鸟岛于水火。仙尊不必客气。今日是仙尊的大寿宴请，倒是古静唐突，有一事相求。但受无法。古静想拿回借给华叔殿下的半神器。古静仙君指的是？古静幼时顽劣，曾在梧桐岛受华叔殿下庇护之恩，感激不尽。是以擅自将遮天伞与炫星凤冠借给华叔殿下，抵御鹰族挑衅。如今百鸟岛危机已除，大泽山门也无意插手各仙派斗争，是以想提前拿回炫星凤冠，请仙尊体谅。至于遮天伞，古静听闻华叔殿下在与鹰王斗争之中损失了仙力，此伞便赠与殿下，以报当年相助之恩。古静仙君高义，本王感激不尽。来啊，将炫星凤冠取来。玄星凤冠，果真是天界巨擘啊！居然拿半神器报恩，手笔也太大了吧！前几日华叔用遮天伞大败鹰族，
仙界皆是怀疑是大泽山有意庇佑孔雀族。今日这古镜仙君这一出，摆明了是要与白鸟岛划清界限。来，我敬古镜仙君。蓝风帝君，请。今日在下颇为感怀，本君倾心华书殿下久矣，却愧憾未能为所爱尽心。今日向诸位宣告本君求娶之意，只愿华书知晓，无论白鸟岛做出任何回应，蓝风此心都不会变。古镜也敬蓝风帝君一杯。蓝风帝君与华书殿下郎才女貌，若能珠联璧合，定是仙界一段佳话。多谢古镜吉言，请。请。师兄，师兄，阿静，快撤了遮天伞的结界，放我们进来。快让我们进去！阿静，叶爽，无忌，他们是我大泽山师妹阿英，还有灵狐阿九。还请华书殿下关掉结界，放他们入内。我们大泽山的遮天伞为何会变成白鸟岛的结界？对啊，难不成这把神器已经被人用内丹炼化，成为了别人血脉相连的法器？虽说我们大泽山是仙界巨擘，不过半神的法器如此珍贵，也不过几件。俗话说得好，有借有还。我们借出去的宝物却变成了别人家的宝物，这如何是好？若是这样的话，那以后仙界他人有难，谁还敢出手相救啊？阿英，这遮天伞我已经送给华叔了，从未有不还一说。从此之后，遮天伞与大泽山再无瓜葛。一切功过荣辱，皆归于白鸟岛。你是不是昏头了？啊，就为了向白鸟岛提亲，师尊给的神器你都不要了？小师姑，你别乱说。刚刚你没来的时候，蓝风帝君已经当众向华书殿下求亲了。蓝风帝君，愣着干嘛？快去道贺。去啊！那就恭喜蓝风帝君了。这华淑公主呢，美绝三界，德才兼备，四海皆知，如此甚好。那就望蓝风帝君和华淑公主能够配得良偶了。多谢小女君吉言。若是华淑公主当真答应了我的求娶，我自会告知诸位仙友。华淑之前的无心之失，还望诸位给我些薄面，就莫要再计较。看来白鸟岛今日三喜临门呐。蓝风帝君，今日燕爽想讨个彩头，想蓝风帝君替我们鹰族主持个公道。燕爽，你我两族已约定休战10年，这10年只要你们鹰族不再来犯，我白鸟岛必定践诺。你不想这两族安宁，还要再来寻衅吗？我鹰族一直偏居北海深处，鲜少与各位交往。诸位大概不知，从数百年前起，我族就一直有灵力高深的族人失踪。我几度想上天宫向帝君陈情，可我父王不愿打扰帝君，
想要自行解决此事。今日正好碰见帝君在此，燕爽才敢上前禀报。我父王大寿，岂容你们再三捣乱？来人，送客。等等，让他说。我父王曾数次带领族人寻找，却没有半点线索。直到数年前，我族二长老失踪，我父王才在无极洞外寻到一点我族人的灵力。无极洞是孔雀族的属地，我父王曾侵入百鸟岛，恳请孔雀王允许我族人探查，无奈被殿下拒绝。于是，父王和孔雀王便定下战约，言我族人要是能够战胜百鸟岛，便可入洞探查。可这一战，便是100年过去了。可惜了，还是败给了华淑公主手中的遮天伞。什么？哎，不是说鹰族挑衅孔雀族，是为了争夺北海的洞天福地吗？我鹰族一向避世而居，要他那洞天福地有何用？况且，燕爽今日带来了当年开战之战帖，足以证明燕爽所言非虚。恳请孔雀王允我族人入洞探查。喂，这无极洞可是我们百鸟岛的秘境，事关我们百鸟岛的命脉，怎么知道你们会不会趁机行不轨之事啊？是涉族人性命，无极洞一事，我相信殷王不会信口开河的。请孔雀王打开无极洞吧，请放心，有本君在，绝不会横生事的。那到时候本尊也一同前往，定会给大家一个公断。也罢，本王相信帝君的法度。那本王就破例，让你们去无极洞查探。但仅此一次，日后鹰族休想再踏入孔雀族属地半步。谢孔雀王深明大义。好了，那本王的寿宴就不留你们了。且慢！古镜仙君，又有何事啊？孔雀王，前段时间两族交战之后，您与鹰王可是签了10年休战之约。没错。古镜建议，10年改为100年，如何？古镜仙君，这是孔雀族和鹰族的私事。你大泽山威望再高，也管不到我们北海之上吧？华叔殿下之前来大泽山接遮天伞时，可未说过这是两族私事。10年之期如此短暂，若是10年之后两族再起纷争，这鹰族定然不是遮天伞的对手。我大泽山本有门规，不会加入任何仙界斗争，但因我私自出借遮天伞而导致鹰族战败，我必须要负责任。还望孔雀王给我一分薄命。若本王不答应啊！若百鸟岛不愿立下这100年之约，10年之后，两族再有纷争，我大泽山定会为了鹰族拔剑而战。贤侄，你这是何必呢？百鸟岛本就无心开战，10年也好，100年也好，对本王来说有什么区别呢？本王只是不习惯别人替百鸟岛做主。
仙界的安宁高于一切。好，那本王就答应你，100年之内，北海之上再无纷争。帝君和各位仙友为本王作证，本王一诺千金，绝不反悔。孔雀王莫怪，方才是古镜僭越了。好了好了，既然大家都说开了，咱们就进殿入席吧。家师刚刚飞升，山门内俗事繁多，古镜不再叨扰，先行告辞。不送。好吧。倒是没看出来你还挺厉害。正常发挥罢了。今日多谢你们为我鹰族仗义直言，事不宜迟，我先行告辞回禀家父。他朝若有需要，可以用紫鹰眼石来召唤我就会马上出现。那用这个鹰眼石找你喝酒，你可会来？当然。阿九，方才多谢你回护我。我可不是为了帮你啊，我只是看不惯他们那么嚣张罢了。哦。哎，你不是要回禀鹰王吗？不送。好吧，害羞什么？我怎么可能害羞啊？走吧。诸位仙君请留步。古镜仙君，我家殿下请您庭内一叙。你们找个地方等我一会儿，我马上就回来。若是不乐意，刚才就让他别去嘛。我哪有不乐意？古镜仙君，请坐。坐就不必了，殿下有话直说。阿进，当初在大泽山，我并非有意欺骗。我父王当年确实是伤于鹰王之手，自此内丹受损。要不是情况危急，我也不会向你。古镜曾恋慕殿下，但并非愚蠢。有些话说一次便够，再说便是过了。你这是何意？鹰族只是为了进无极洞探查族人失踪之谜。即便当初你输于鹰王之手，对于百鸟岛并无半分危害，不是吗？若是我输了，那仙界各门都会以为我百鸟岛软弱可欺，此后谁都会来踩上几脚。所以，为了百鸟岛可以傲视北海，你便将我的相助之心踩在脚底，故意炼化了遮天伞吗？我没有故意炼化。若不是与鹰王交战，危在旦夕，我如何会炼化你的遮天伞？华叔殿下，遮天伞乃是我师尊的半神器，旁人或许不知，但师尊为了护我周全，已将遮天伞与大泽山的秘境相连。即便是半神想要炼化它，也非半月之功而不可为。在于你与鹰王短暂的一夕半刻交战时间中，想要炼化它，根本不可能。既然你全都知道，那为何还愿意在众仙面前将遮天伞赠予我？为何不直接揭穿我的谎言？因为纵然你说的所有话都是谎言，但至少有一句是真的。孔雀王先例毁损，你一介女君，担起全族的责任，撑起这偌大的百鸟岛，实属不易。我没有强行收回遮天伞，是因为至少这句话，你没有骗我。殿下，相识一场，当初的维护之恩，古镜铭记于心，但以后的路，古镜只能帮到这里了。古镜祝殿下与蓝风帝君琴瑟和鸣，日后仙路悠长，三界广袤。古镜只愿与殿下再无交集，保重。殿下，本以为那个古镜对您忠心耿耿，纵然是知道您要嫁给蓝风帝君，也依然将遮天伞送给您。但凡他心中存着这份眷恋，日后也还能驱使得动。可都怪那个叫阿英的不好搅了局，还害得我们百鸟岛在众仙面前失了颜面。那个阿英实在碍眼，本公主不要的人，也不能随便便宜了旁人，尤其是不能与鹰族站在一处。
他昨夜没来赴你的约，并不是痛症发作，而是他约了别人。什么约了别人？别乱来！什么叫我乱来？我真的看到了。你不相信我？想来我对华叔只是少年时的爱慕罢了，而我对阿英，真的是看到她开心我便开心，见到她难过，我也会难过。这到底算什么呢？糟了，阿金定是还有念想，被我们这么一闹，在众人面前让华叔下不了台，倒是断了阿金的后路了。阿金，怎么了？对不起，在你还没准备好，我们就让你这样知道真相，丢了面子，真的对不起。什么？哎，是我让阿英和燕爽去的，你要怪就怪我吧。你说这干嘛？阿英与阿九，莫不是？我怪你们做什么？瞧你那不开心的样儿，那我补偿你吧。神明不是和我们说幽冥界有棵梧桐树吗？我知道一个不用伤君资质也可以进入幽冥界的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在人界的长安有一条可以直通幽冥界的暗道。虽然有规定上3界不可随意进入人界，但只要我们不使用法术影响人间，就不会遭受天谴了。当真？切，你爱信不信，反正欠凤凰那一命的又不是我。也算是个法则，我们试试。青衣啊，你先回去把寿宴的事情禀报给师兄，我们去就回。啊，不带我？好吧。好森严的戒备啊！你闻到了吗？什么？很臭的味道。拿着。这什么？此物正是进入幽冥界的关键。什么意思？牛粪。啊！快拿着！哎呀，一人一个。这些乌鸦的眼睛，好诡异啊！他们眼睛里都是人间的噩梦啊！什么意思？幽冥界每夜派这群乌鸦来人界收集最恐怖的噩梦，再由牛车运回幽冥界作为能量。因此，他们有来往人界和幽冥界的专属通道，不会被察觉，极其隐蔽。阿九，你真的很厉害，这些都知道。这算什么？我知道的事儿可多了。你要想听，我以后慢慢讲给你。还有别的？来了来了。我也知道很多。哎，快点儿！
糟了，阿英这丫头，定是又胡思乱想，触发主仆祭惩戒了。没事吧？阿英，快进入结界了，坐稳。 阿九，办法是好办法，就是味道太大了。没办法嘛，只能用牛粪的气味迷惑牛了。进来就好。是挺不错。这幽冥界竟然长这个样子，我还以为幽冥界都是阴森森的，没想到。 还挺不一样的。这幽冥界甚难进入，要进入幽冥界的条件又如此苛刻，数万年间很少有外人可以踏足，这传闻自然也就不实了。从这里过去应该就是幽冥王的宫殿，走吧。啊，走。 凤影仙园就在里面。三位请止步。在下大泽山古镜，特来拜见幽冥王陛下，烦请通报。原来是古镜仙君，实在不凑巧，陛下今日不见客。今日不见客。好，那我们明日再来。哎，古镜仙君。 陛下明日也不见客，为何明日也不见客？莫不是有意刁难？哎，仙君莫怪，这钟灵宫有钟灵宫的规矩，陛下每月1日见客，末将也不好坏了陛下的规矩。哎，每月初1，今日初2，你让我们在这儿等1个月啊？三位若是真的想见幽冥王，其实也不难，但是要先去那个地方。只要三位出得起价格，不出2日。 就能见到幽冥王了。看三位风尘仆仆的模样，想必是初来幽冥界了。问你个事儿啊，你们修远楼的令牌如何卖的？开个价。我们要最快见到幽冥王的那种。啊，开个价，他很有钱的。请。 1等令牌1000金或1000年灵物，2等令牌500金或500年灵物，3等令牌300金或300年灵物。您先买了令牌，依据令牌等级，在我这里排个号。只有这3种令牌，小圆卷，你可别骗我们啊！钟灵宫的幽君侍卫可跟我们说了，这2日就能见到幽冥王的，只有这3个。
小女君，您说的没错。咱们楼里还有一种特等令牌，只要拿了那令牌，即刻便可入钟灵宫，觐见幽冥王。可是这令牌只在楼主手中，价码也只有楼主来开。3000年了，咱们修岩楼还只拿出过2块特等令牌，一块是用10颗万年9头蛇的内丹耳环，一块是用1株万年梧桐树耳环，这可都是千年难求的好东西呢。万年梧桐，钟灵宫内果真有梧桐树。楼主在何处？我们有的是钱财，你只管把特等令牌拿来。我们的钱不足100斤。那你刚才嘚瑟什么？我没想到这么贵啊！好一个修缘楼主！倘若你真有那随时可进钟灵宫的令牌，倒也算得上是幽冥界的无冕之王。既然都来了，不如亲自给这特等令牌开个价码。不愧是东华的徒弟，这话说的就是硬气。可你到底是来求人的，还是来砸场子？